今天我们一提到巫蛊，人们往往将其想象成一种毒药，或者是某种神秘力量的诅咒。中山大学的邓启耀教授提出过一个观点，说巫蛊是一种黑巫术，从远古至今流传着许多离奇传说，人们谈古色变，危害无穷。巫蛊说它没有吧，它的确存在；说它存在呢，它又很玄。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蛊腹中虫也，蛊字的原意就是让人服食毒虫，令人生病。相传巫蛊信仰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人常将写有对方姓名、生辰八字，或是藏有对方毛发、指甲、衣物的纸人、木偶，当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再以土埋针刺的方式对人加以诅咒。而真正让巫蛊之术史书留名，变为邪术，甚至被后世历代列为不道重罪的，实际上是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在位54年，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长寿帝王。然而在他当政的40多年里呢，竟发生过5次轰动朝野的巫蛊大狱，其次数之多，损失之大，历史罕见。其中征和2年牵扯到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的巫蛊狱案最为惨烈，直接的受害者高达数万人之多，上至皇亲贵胄，下至黎民苍生。汉武帝用他贯彻一生的刚猛，将他们全部葬入了历史的烟海。当然死亡人数多还不是这段历史出名的真正原因。真正让巫蛊之祸被大众关注的是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在正史之中的记载却似乎并不完整，前后逻辑也极为矛盾，甚至史学界对它的解读也都大相径庭。更加值得玩味的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推断与分析，不少人认为古人对巫蛊之祸的史料有故意隐瞒之嫌，尤其是汉武帝驾崩前的2-3年时间，史书的记载尤为混乱，漏洞百出。所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充满争议的历史，重新探究这起惊天血案背后的真相。按照正史的记载，汉武帝征和2年的7月初9，太子刘据突然召集自己所有的门客舍人，兵分4路，假借天子诏书，在长安捉拿前水衡都尉江充、光禄勋安道侯韩越、御史张干以及黄门苏文。此时的汉武帝正在长安以北300里外的甘泉宫，据说呢身染疾病，已经连续多日没有消息。太子皇后遣使问候，全部不予回报。太子刘据这年38岁，在储君的位置上已经默默工作了32年。江充是巫蛊之祸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汉武帝身边的一位宠臣。说刘据贵为太子，他为什么甘心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来捉拿江充这几个人呢？这里需要讲一下这件事的发生背景。征和2年前后，由于武帝晚年时期笃信鬼神，沉迷修仙，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平步青云。典型的例子就是方士李少君和栾大。前者声称知晓长生不老之术，跟着汉武帝吃香喝辣；后者呢，帮武帝搞祈福祭祀，娶到了大汉的公主。长安城内呢，就这样聚集了大批希望瞬间暴富、平步青云的人。方士和女巫一时之间人满为患，得不到皇帝的召见，也不能荒废了手艺这些人呢就打起了民间的主意，四处妖言惑众，大搞歪门邪道。厉害一点的还抱上了宫廷的大腿，教授后宫女子避灾求福、巫蛊诅咒。到什么程度呢？天长日久，皇宫之内几乎是无寸瓦不遮巫蛊，无寸地不埋木人。如果是单搞巫蛊祭祀也就罢了，这些后宫女子平常还喜欢你争我夺，一旦发生口角矛盾，就相互污蔑，指责对方所行的巫蛊都是为了诅咒皇帝。可想而知，这个汉武帝听到这些汇报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不胜其烦之下，汉武帝大怒，下令诛杀了涉案的一些嫔妃、宫女以及受牵连的大臣，共计杀了好几百人。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说有那么一天，在午睡的时候，汉武帝也梦见有数千个手持武器的木偶向自己打来。梦醒之后呢，这个皇帝就开始感觉身体各种不适，失眠健忘，还精神恍惚。这个期间，常在皇帝身边行走的酷吏江充，因为和太子刘据关系不睦，担心武帝死后自己会遭到报复，就想利用巫蛊搞点事情。于是江充对这个汉武帝说：“陛下久病不愈，应该是巫蛊在作祟呀。”汉武帝呢，本来心里就在犯嘀咕，江充这么一说，他就更加确信。于是汉武帝立即任命江充当自己的钦差大臣，专门负责调查长安城内的巫蛊事件。起初这个江充的调查范围呢，仅限于民间，
领着人到处挖地掘土，搜寻木偶，逮捕了大量所谓的放蛊和夜间祭祀的人。或许是参案的人数不多，或许是案子不够大。总之，这江冲从开始的调查巫蛊，逐渐就变成了制造巫蛊。比如啊，他先挑一个地方埋入巫蛊木偶，然后呢，在上面撒上牲畜家禽的血液。等抓到罪犯之后，就让一个自称能通灵的女巫过来指认现场从这个血污中挖出的木偶。如果嫌疑犯拒不认供，江冲就大刑伺候，什么火烧烙铁、炭烤人肉，怎么残忍怎么来，直到这个嫌疑犯承认罪行为止。但是单是认罪还不行，想要得到最后的审判，你还得供出一个同伙。就这样呢，在江冲的一手操作下，京畿三府连同周边的一些郡县，涉嫌巫蛊事件获罪而死者高达数万人。实际上，自秦以来啊，行巫蛊之术并不算什么违法的事情，包括朝廷自己都设立过秘著的官职，专门负责用巫蛊之术一过于下，就是将国家或者君主要发生的灾难转移到大臣或者老百姓身上。这个官职一直沿用到汉文帝13年。在巫蛊合理合法的环境下，到了征和年间，晚年的汉武帝经常疑心别人诅咒自己，江冲这个人呢，就因此得到重用，并且不管江冲所杀之人是不是冤枉，大臣们没人敢轻易站出来说话。这个江冲呢，就看清了朝臣们的软弱，因此呢，就索性把祸水东引，将矛头开始指向东宫。说起来啊，这个江冲的手法其实并不高明，他找了个胡人的女巫，跟武帝谏言，说皇宫之中有巫蛊妖气，只有将其清除，天子才能平安。就这样轻而易举获取了皇帝的授权，批准江冲进入后宫调查。于是呢，就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得令的江冲带着他的捕蛊小队，挖遍了所有的墙根，毁坏了所有的地板，甚至连汉武帝的御座都给拆了。由于武帝不放心让江冲一个人干活，就增派了暗道侯韩越、御史张干以及黄门苏文充当江冲的助手，帮他一起调查。这江冲啊也很聪明，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先将调查目标锁定在那些不受宠的嫔妃身上，今天一个美人，明天一个婕妤。后来这些人都调查完了，才把目光转到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的身上。卫子夫住未央宫，刘据住长乐宫。到了这两个地方，江冲干活十分卖力，几乎把两座宫院的每一寸土地都挖了个遍。就这么辛苦作业了几天，江冲终于宣布自己在太子宫里发现了一堆铜人，还找到了写有谋逆之言的帛书，声称自己一定会据实奏禀汉武帝。太子刘据听到消息说江冲在自己的宫里发现了巫蛊之物，并且即将禀报人在长安城外的皇帝，刘据吓得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他就找来自己的老师石德商量对策。石德深知这种事非同小可，担心一旦被江冲找到借口，必兴大狱，自己这个做老师的肯定难逃干系。他就对太子说，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二人和朱翊公主、杨氏公主以及魏抗都因巫蛊事件被处死，如今女巫和江冲在太子宫里挖出铜人，属于证据确凿，不管是他们栽赃还是确有其事，你都说不清楚了。不如我们假传圣旨，逮捕江冲等人，追究他们个罪名。何况现在皇帝在甘泉宫养病，你和皇后派去请安的使者连人都见不到，皇帝是死是活都不一定。奸臣已经嚣张成这种地步，太子总不能忘了秦朝扶苏的往事吧。听了石德这样一番冷静分析，那么刘据心中呢还是忐忑不安。依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刘据听了老师的话，先是惊讶，后是反驳，说吾人子安得善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说我这个当儿子的怎么能擅自诛杀呢？不如亲自前往甘泉宫啊，跟父亲请罪，或许还能侥幸赦免。然而就在刘据想要动身前往甘泉宫的时候，江冲已经派人前往甘泉奏报去了。由此呢，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一幕，太子刘据派人捉拿江韩张苏4位钦差大臣。不过刘据的抓捕行动并不顺利。首先是暗道侯韩越，他本是将军出身，跟随卫青出征过匈奴，后来因为抗击东越有功，受封暗道侯，警觉性很高，能力也强。太子的使者一去找他，韩越就识破了他们的谎言，只是反抗不及，被使者当场格杀。御史张干也不是一般人，虽然是一介文官，却很机警，看穿了假诏书之后，他就奋力反抗，居然在被砍伤的情况下杀出重围，逃出了长安。至于黄门苏文就更不得了了，苏文是这4个人当中最聪明的一个，都没等太子的人来抓他，
就预先知道了太子的动向，率先逃离长安，直奔甘泉宫而去。只有主犯江冲，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居然相信了假诏书，丝毫没有反抗，就被太子关押了起来。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刘据也再没了退路，亲自到牢里督斩江冲。临行前，他还大骂江冲，说：“赵鲁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耶，乃复乱吾父子也。”说赵国大流氓，你之前害了赵王父子还不够，如今又来害我们父子。随后呢，将江冲格杀。江冲死后，跟着他抓巫蛊的胡人女巫也被太子抓去上林苑活活烧死。事情进展到这里呢，已经有很多的疑点。首先啊，作为太子的老师，石德为什么上来就建议刘据私下处决大臣？难道他就不怕直接坐实有心坑害皇帝的罪名吗？其次，江冲为皇帝办事儿，似乎备受宠信，但是这并不足以让他对抗皇后和太子。是谁给了他勇气？这背后到底隐藏了哪些更深层次的人物和背景呢？按理说，江冲死后啊，刘据有很多时间安排接下来的事情，比如像他自己说的，赶往甘泉宫跟武帝当面解释。但是他并没有。当天夜里，刘据带头打破宵禁，派遣自己的门客吴居手持太子节前往未央宫，将白天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转述给了母亲卫子夫。随后，魏皇后第一时间做出决定，要帮儿子度过此劫。汉书记载啊，就在吴居禀报皇后不久，未央宫所辖的车马进出，车中载满了弓弩手，长安城内的武器库也被打开，武器尽数被分派给了未央宫的侍卫，京师就此陷入混乱。外界开始传言说太子要谋反，别人传言太子谋反，刘据本人啊当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当时是帝在甘泉病困，已有变，奸臣欲作乱，所以自己才要先下手为强，带领众侍卫围困了丞相府。显然太子口中的奸臣就是当朝丞相。那么当时的丞相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为考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刘屈毛。如果按照辈分来论，刘屈毛是汉武帝的侄子，刘据的堂兄弟。可是亲戚归亲戚，刘据却认为他没安什么好心。刘屈毛可能也知道自己在太子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因此呢，当得知太子举兵来攻相府以后，他顾不上任何安排，只吩咐一名丞相长史程吉志前往甘泉宫报信儿。刘屈毛自己也是落荒而逃，连丞相的相印和绶带都忘了拿。这里的程吉志指的是采用最快的一马换乘方式前进。再看汉武帝的甘泉宫，这个时候啊也热闹起来，从长安分别来了3个人，黄门苏文、御史张干，还有那个史书上没有留下姓名的丞相长史。率先抵达甘泉宫的是黄门苏文，他一到甘泉就直奔皇宫，见到武帝就控告太子无状，就是悖逆无道。此时武帝也并没有把苏文的话放在心上，反而对他说，太子一定是因为害怕又痛恨江冲等人，才有了这些过激的举动。很明显，汉武帝也知道儿子跟江冲不和，而且呢，也并没有把太子抓捕大臣的事看得多么重要。说完呢，就打发人前往长安，叫太子来甘泉宫解释事情。这个事情啊，往往在没有意外的时候容易发生意外。随着那名丞相长史的到来，汉武帝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丞相长史带来的消息呢，是太子起兵开武库攻相府。比起抓几个大臣，这个性质可就完全变了。皇帝听完问他说：“丞相何为？”长史回答说：“丞相密之未敢发兵。”这完全是一个胡扯的理由。丞相是外廷长官百官之首，皇帝不在，太子有变，按照惯例责任已经落到丞相身上，说不敢发兵，完全是为了掩饰丞相已经出逃的事实。汉武帝当即责问说：“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好封锁的？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这里说的周公啊，指的是周公旦。周武王、管叔先、蔡叔度、周公旦这几个人都是同母兄弟。武王死后，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杀了管叔，放逐了蔡叔，最是无情帝王家。汉武帝这句话是在传达一个明确的指示：你刘屈毛作为我的侄子，当朝丞相，对太子不要顾及，该杀就杀，该抓就抓。除此以外，武帝又专门给丞相颁赐玺书，做出具体安排。第一，武库已经被太子控制，用牛车并列为盾，充当掩体。第二，尽量减少肉搏战，以免伤亡过大。第三，关闭城门，不要让反叛者逃走。此时的长安城，太子在起事以后也通告百官，说皇帝有病，奸臣谋乱，他要清君侧，除奸佞。皇帝本人在收到这一消息以后，毫不迟疑，马上起驾从甘泉宫赶回长安，入居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父子俩一个在城西，一个在城东，开始了正面对决。
汉武帝和刘据的对决总共持续了9天。武帝这边的部署相当占据优势，除了一些驻防长安的部队，他又征发了3府临县的兵马，由丞相刘屈毛担任主帅。反观刘据这边就比较寒酸了，除了长乐宫的侍卫，京畿附近的防卫体系他谁都调不动。无奈之下呢，他首先将目光投到了长安城内的囚徒奴身上。这些人本就有罪在身，再加上刘据伪造皇令，以赦免作为条件，很快便将这些人临时组建成军。指挥员则由太子少傅石德以及门客张光等人担任。这个期间有一个十分关键的武装力量，就是北军。北军始建于汉初，最初是京畿周边的骑士组建成军，本职是负责京城和京畿地区的治安。因为官署的位置在未央宫的背面，所以得名北军。发展到武帝一朝的时候呢，北军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新增设的8个校尉各自统领。由于常年参加对外征伐，北军有3支被称为胡骑的部队，吸收了归顺的匈奴和西域战士。这3支部队呢，分别由长水、宣曲、胡骑3个校尉掌管，平时在长安城外的东南、西南、北方驻防。3校尉是互为犄角，是长安城外极为重要的镇抚力量。所以刘据在组织了囚徒军队以后，立即派了一个叫卢侯的囚犯持节前往找长水、宣曲2校尉招揽胡骑。然而天不随人愿，正当卢侯已经骗得胡骑前来相助，部队已经全副武装集结完毕的时候，武帝的使者马通也快马赶来，边跑边大声疾呼说：“节有诈，勿听也。”就这样，卢侯失败，被马通斩杀。随后呢，马通就率领这支外籍兵团杀进了长安城。很快，各路消息雪花一般飞入建章宫。为了跟太子有区别，汉武帝还把原本红色的符节换成了黄色，让刘据手中的节进一步失去效力。刘据得知卢侯行动失败，只好尽量争取京城内5校尉统辖的驻军。当时统辖5校尉的兼北军使者名叫任安，司马迁曾为其写过一封著名的书信，名叫《报任安书》，说的就是他。刘据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候想到了找任安帮忙呢？这个任安过去曾是大将军卫青的门客。有一年武帝让卫青给自己推荐人才，卫青就将自己的2位门客介绍了出去，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任安。凭借着舅舅这层关系，刘据亲自乘车来到北军军营，郑重地将手中的符节交给了任安，希望他能冒险助自己一臂之力。任安也跪拜领受了太子的节，可是任安领节之后并没有发兵，而是返回营地闭门不出，留着太子一个人在营门口等待。刘据等了一会儿之后也明白了任安的意思，只好黯然引兵离开。自古皇位之争就会血流成河，没有正规军帮忙，刘据也只好放下人数的性格，驱4世人凡数万众参战，也就是驱使长安市场中的商人来为他作战。当然结果呢，也如预料的一样，刘据裹挟着这些市民在长乐宫西门遭遇了刘屈毛的军队，双方是血战5日，死伤数万人，打到最后连长安街道2侧的排水沟都灌满了鲜血。几天的功夫，刘据军队彻底瓦解，他只能被迫带着2个儿子由城南的富昂门逃出了长安。汉代长安的富昂门又被叫做杜门，这是长安城南东边的第一座城门。尽管皇帝已经下达了坚闭城门的命令，但是刘据还是从富昂门跑出了长安。坚守富昂门的是司职田仁，那就是当年和任安一起被大将军卫青推荐给武帝的另一个门客。与任安不同，这个田仁为人很讲情分。在他看来呢，刘据毕竟是武帝的亲儿子，不忍心看着太子就那样被人给抓走，于是就为他们打开了城门。等丞相刘屈毛赶到抓人的时候呢，刘据早已经跑到没了踪影。得知刘据被放跑，刘屈毛当场就要把田仁给宰了治罪。幸好御史大夫鲍胜之及时阻拦，说田仁是2000担的高级官员，丞相即便是要处理，也得先请示皇帝，这才暂时留住了田仁。那么想不到这件事儿竟然成了汉武帝清算百官的导火索，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武帝宠爱多年的皇后卫子夫。太子出逃的同一时间，皇后卫子夫留在了未央宫交房殿，等待着他的命运降临。这一年他已经见过了太多杀戮，就在年初的时候他的姐姐魏君如一家被族诛，卫子夫的2个女儿杨氏公主、朱毅公主牵扯其中。
武帝丝毫不顾父女之情，下令一并诛杀。魏氏一族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已经凋零殆尽。很快，皇帝派人来到交房殿，宣诏收回皇后的喜寿。卫子夫听完诏书，回到殿内就自尽了。随后，黄门苏文、姚定汉进殿，将卫子夫的尸身用小车拉走，胡乱装入一口小棺材，草草安葬在了城南同柏亭。整个过程，汉武帝都未曾过问一句。对待自己的妻女尚且如此冷酷，那些跟着刘据一起造反的人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凡曾出入过太子宫门的门客，一律诛杀；凡随太子作战者，一律按谋反罪灭族；凡被刘据裹挟参与作战的官兵，全部放逐于敦煌郡。这还不算完，帮太子的要杀，没帮太子的人也得死。田仁因为撕开城门放走太子，最终被判了个腰斩诛三族。任安拒绝为太子出兵，这事儿看在武帝眼中就是手鼠两端，怀有二心，所以也处以腰斩。那么最悲催的是鲍胜之，他是身为御史大夫，熟读汉家律法，有监察百官之责，就因为按律阻止刘屈毛格杀田仁，遭来汉武帝一通训斥。鲍胜之呢就这样被吓破了胆，索性自己抹了脖子。群臣一看这情况都吓得不行，个个是噤若寒蝉，谁都不敢再出面劝说武帝。只有胡关三老令狐茂给汉武帝写了一封奏书，大概的意思呢是说，人生在世啊，父亲好比是天，母亲好比是地，儿子就好比天地间的万物，只有上天平静，大地安然，万物才能茂盛。同样的道理，只有父慈母爱，儿子才能孝顺。太子是大汉合法继承人，并且是皇帝的嫡长子，杀江充举重兵都是一时泄愤自保。何况这个江充本就是市井奴才，奸邪小人，之前还陷害过赵国太子刘丹，杀了也不可惜。现在皇帝发了脾气，让三公当指挥，调大军追捕太子。聪明人被吓得不敢进言，口才好的也都不敢张嘴。希望皇帝能消消气儿，不要对太子过于苛责，尽快把太子找回来才好。为表忠心，我愿意献出生命，在建章宫外等候处分。可以说，令狐茂的这份上书写的是句句恳切，令人动容。武帝看完后也觉得感动，但是仍然没有颁布赦免太子的命令。就在长安朝堂人人风声鹤唳，汉武帝犹豫不定的时候，太子刘据的死讯就传了回来。被田仁放走之后，刘据一行转而向东方逃亡，最后跑到胡县，藏到了当地全九里一户人家。收容他们的这家人日子过得很清贫，得靠卖草鞋养活刘据他们这一群人。刘据可能觉得自己白吃白喝不好意思，就想起了自己的一位老部下，这人也住在胡县，据说还很有钱，于是呢就派手下去找他接待。谁成想这么一次外出，就暴露了刘据的行踪。政和2年的8月初8，胡县附近的地方官员将刘据的住所围得好像铁桶一般。刘据觉得自己在劫难逃，便反身回屋，紧闭房门，上吊而死。围捕的人群里边有个叫张富昌的，一脚就踹开了刘据的房门，没等他冲入房内，就被小吏李寿抢了先，把死去的刘据从房梁上给抱了下来。最终呢，收容刘据那家的主人为了保护刘据搏斗而死，跟着刘据逃跑的2个儿子也同时被杀。据说这个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内心十分伤感，甚至对儿子的死亡原因产生过怀疑。不过事已至此，汉武帝还是履行了他此前的承诺，对在巫蛊之祸中起关键作用的几个人都进行了封赏。在这份表彰名单中排第1位的就是杀死如侯替武帝争取胡齐的马通。作为首功，武帝封他为崇和侯，是众将之中封赏最多的人。其次是马通的手下景建，他因为亲手抓了太子少傅石德，受封德侯，从原来的5等大夫一跃成为最高爵位的列侯。最后是大鸿胪商丘成，他因为抓到了太子门客张光，获封杜侯，很快又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可谓是坐享荣华，平步青云。甚至连最后刘据自杀的时候踢门的那个小吏张富昌和抱刘据尸身下来的李寿，也分别封侯进爵。可以说太子的死给当时无数默默无闻的人带来了破天的红利。反观太子一脉，则只留下一个尚在襁褓的孙子刘病已。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只讲完了巫蛊之祸的起因。这场惊天变故远远没有结束，不仅是没有结束，在此后的3-4年时间里，居然又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大反转。长安城闹的是翻天覆地，边关上的外患也始终没有消停。
太子刘据自杀不出1个月，匈奴单于就派兵入侵了上谷和五原，对当地官员百姓烧杀劫掠。转年的正月，匈奴人又跑到了五原和酒泉闹事儿，还痛杀了汉武帝的2部都尉。面对匈奴人的咄咄逼人，汉武帝当然不可能放任自流，火速在这年的3月调集14万大军，兵分3路向匈奴发起了反击。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7万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领兵2万出西河，重河侯马通领兵4万出酒泉。3路大军除马通一路因匈奴人惧怕汉兵逃走以外，李广利派了2000番蜀国的骑兵，就把匈奴的5000骑兵打得丢盔弃甲。商丘成所部和匈奴人接连转战9天未分胜负，匈奴是眼看占不到便宜，不得已退兵而去。然而就在前线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长安的朝堂上却再度刮起了巫蛊邪风。那么这一次倒霉的不是别人，正是二师将军李广利和当朝丞相刘屈毛。政和3年的3月，李广利奉汉武帝之命攻打匈奴，临行前，刘屈毛特意为他举行了一场祝他五运昌隆的酒宴。席间，这个李广利就对刘屈毛说，希望君侯早日向皇上谏言立昌邑王为太子，如果昌邑王能当上皇帝，君侯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听完李广利的话，刘屈毛没有惊讶，立即就答应了下来。这个李广利和刘屈毛是什么关系？昌邑王又是谁呢？这昌邑王刘伯是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的儿子，刘屈毛的儿子娶了李广利的女儿，两人是儿女亲家。汉武帝的李夫人在历史上很有名，后世的成语倾国倾城、姗姗来迟都和李夫人有关。刘屈毛和李广利想拥立昌邑王都在情理之中，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刘屈毛前脚把李广利送出门，后脚就被人给举报了。举报人是内史令郭壤，他告发说刘屈毛的夫人因为刘屈毛多次受到皇帝谴责，所以指使巫师诅咒皇帝，语言极其恶毒。刘屈毛和李广利曾共同祷告祭祀，希望昌邑王刘伯能够当上皇帝。事实上这个时候因刘据而起的巫蛊大狱已经在全国蔓延，社会上相互告发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大多数呢是假多真少。郭壤告发丞相刘屈毛，这本身没什么特殊，关键点就在于他掌握了李广利与刘屈毛共谋的立昌邑王为帝。有司经过调查，竟然是证据确凿，判了刘屈毛一个大逆不道。这个判罚在汉朝可谓是相当的严重，属于没有缓的死罪。于是不久后汉武帝下诏逮捕刘屈毛，将他绑在拉牲畜的出车上游街示众，随后腰斩于东市口。他的妻子也被当街枭首示众。对这夫妻2人，汉武帝是极尽羞辱之能事，并且在处理完刘屈毛之后，立刻就将李广利一家也关进了大牢。身在前线的李广利收到家中的消息，当场就吓傻了。首先一个名叫胡亚夫的属官劝他投降匈奴，可是李广利心想，如果投降了匈奴，必然会加速妻儿老小的死亡，情况会更惨，不如在前线立功赎罪，也许还能有一线希望。于是他率军一路挺进，和匈奴左贤王左大将2万骑兵合战一日。汉军杀了对方的左大将，重创匈奴骑兵。本来这个作战势头对汉军极为有利，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汉军里跳出来俩人，打算把李广利抓回长安。李广利这边呢得了消息，抢先下手斩了这俩人，又担心军心不稳，于是开始南撤。他这一撤，就让匈奴单于看出了破绽。对方料定汉军兵疲马困，立即亲自调集5万骑兵前去拦截。两军交兵是大打出手，打得昏天暗地，汉军死伤无数。到了入夜时分，匈奴人开始暗中发力，他们在汉军军营前挖了深达数尺的壕沟，随后从背后对汉军营地发起突袭。汉军进退不得，军心大乱，完全失去了抵抗力，遭遇惨败。李广利深知无力回天，只好绝望地向匈奴投降。匈奴单于知道李广利是汉军大将，非但没有杀他，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汉武帝一听李广利居然向匈奴投了降，当即下旨将李氏一族满门抄斩。有人走就有人来。这年年底社会上的巫蛊案件达到了峰值，多数的调查结果都是诬告。时间久了，汉武帝也就渐渐开始理解了刘据那时的心情，认为儿子就是因为过度恐惧才做出了过激反应，并没有什么谋逆之心。正在这个时候呢，守卫汉高祖祭庙的高寝郎田千秋紧急上书替太子申冤，说儿子煽动父亲的军队不过是打一鞭子的事儿，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又能有多大的罪过呢？我在梦里梦见一位白发老翁，他教我把这话转给皇上听。武帝看了田千秋的谏言，心中是大为感悟，
就召他觐见聊天，说父子之间的事儿啊，外人不好说话，唯独先生是个明白人，看来这是高祖显灵，让先生教我做事，你应该到我身边来呀。说完呢，就将这个田千秋提拔为9卿之一的大鸿胪。而随着李广利逃亡，刘屈毛身死，田千秋高升，汉武帝的态度啊也彻底转舵。不久他就下诏灭了江充3族，将黄门苏文绑在横桥上活活烧死。更加恐怖的是，在此后的1、2年时间里，当初因太子一案获封的大小官员是纷纷落马，无一幸免。那个当初抱下太子尸身的小吏李寿，从一个地方小吏荣升为长安卫尉，这就相当于从地方片警一步荣升首都公安局局长，负责维护首都治安，位置极为关键。因为跟着刘屈毛去给李广利送行，多送了几步，送出了长安界，于是顺利迎来了汉武帝的屠刀。再来是御史大夫商丘成，据说这位要员呀，在文帝庙喝酒，喝多了之后就乱撒酒疯，坐在庙堂里唱歌，因为唱词犯了大不敬，这个商丘成后来就畏罪自杀。就在商丘成自杀的前后2年间，还有2个人先后丧命，一个是身在匈奴当大官的李广利，另一个是身在长安的昌邑王刘伯。投降的李广利仗着匈奴单于的喜爱，在匈奴混的是风生水起，一点都不比在大汉的日子差。不仅如此，在这里啊，他还遇见了自己的老朋友卫律。卫律本是出生在汉朝的匈奴人，后来和李广利兄弟同在朝中做官，就成了好朋友。李广利的哥哥李延年因为深受汉武帝的宠爱，就向武帝推荐卫律出使匈奴。这个期间呢，李延年的另一个弟弟李绩总是跟着哥哥出入宫闱，居然跟武帝的后宫妃子搞到了一起。李绩由此啊，因为在皇帝头顶种草，连带着兄长李延年一块获罪被杀。卫律从匈奴回到长安，正好赶上李氏一家被收押，因为害怕被牵连，卫律索性就逃到了匈奴，靠着自己熟知汉朝的情况，深得单于欢心，成了单于的左膀右臂。等到李广利投降之后啊，眼见对方在单于心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高，卫律极度不平衡，总想找个机会陷害李广利。终于有这么一天，单于的母亲生了病，匈奴人是巫医一体，就请了个胡巫来给瞧病。那么卫律趁此机会买通了胡巫，教他说这是老单于在发怒，老单于在世的时候呢，我们出征祭祀，常向上天祭告，如果得汉军20将军，就要用他的人头来献祭。如今得了20，为什么不用他祭天？匈奴单于啊，不敢违逆上天，只好抓来李广利祭天。气得李广利大骂说：“我死必灭匈奴！”然后就被当作猪羊一般被宰杀于神坛之上。李广利死后的第2年正月，李夫人之子昌邑王刘伯就死了，谥号为哀，死因不明。所有巫蛊之祸的关键人物之中，谁的死都没有马通兄弟俩来的轰轰烈烈。关于这哥俩，史书上给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描写，说马通的弟弟马和罗曾跟江充是铁哥们儿，江充死后，马通受命夺北军，剿太子，最后获封崇和侯，成了最大赢家。后来呢，武帝改变想法，处死了江充3族，马氏兄弟料定自己肯定也逃不过一死，索性兄弟2人决定拼死一搏，弄死汉武帝。当时的马和罗官居侍中仆射，日常工作是随侍天子，可以随意出入禁中，于是他们就借助这个便利条件，策划了暗杀行动。可是天子身边人数众多，想刺杀并不容易。很快他们的不轨意图呢，被侍中驸马都尉金密堤所掌握。马和罗呢，也觉察到金密堤在提防自己，两边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等机会。说有一天呢，汉武帝到甘泉巡游，碰巧赶上金密堤身体不适，在殿中休息。那边的马和罗呢，以为机会来了，带着马通、马安成2个弟弟假传圣旨，乘夜出宫，一起杀了一个使者，准备发动叛乱。第2天清晨，汉武帝还没起床，马和罗就从外边冲进内殿。这个金密堤呢，当时正好在上厕所，突然就感觉一阵心悸，觉得要有大事儿，马上提起裤子就跑进了内殿，坐到了武帝的寝室门口守着。没坐一会儿，果然就等到了手持白刃的马和罗。双方一碰面，先是一愣，随后就扭打到了一起。打斗过程中还不小心碰翻了门口摆放的乐器。就在这个时候呢，金密堤抱住马和罗大喊说：“马和罗行刺！”这一喊就惊醒了汉武帝。武帝急忙从床上跳了起来，左右侍卫呢也趁这个机会赶到。本来侍卫们啊打算直接格杀马和罗，但是武帝担心金密堤还跟他纠缠在一起，
怕伤了忠臣，就拦着不让动手。直到金密迪将马赫罗一把摔到大殿下面，侍卫们才跑去把他给擒住。经过调查，马氏兄弟谋逆罪证确凿，一干人等也全部伏诛。至此，当年因太子叛乱而吃到红利的所有人，全部身死名灭，无一生还。巫蛊之祸之所以数千年来被人津津乐道，除了因为它影响了自汉以后数百年豪族门阀政治的历史走向，更重要的，这场关乎西汉命运的重大事件，是一段史料残缺的中国历史未解之谜。可能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在整个过程中有着好几处不合常理逻辑的地方。比如太子的老师石德，因为害怕受到牵连，就敢撺掇太子杀钦差、开武库、举重兵，可是造反明显比被巫蛊牵连死得更快。再有就是那个丞相刘屈毛，太子举兵攻打相府的时候，他是被吓得连印绶都丢了，撒腿就跑的主。汉武帝下诏大义灭亲，他怎么就突然变得杀伐果断，甚至不惜越权也要杀了放跑太子的天人？还有那个黄门苏文就更加了不得，身为一介宦官，他不仅能提前得知太子抓人的消息，还敢第一个跑到汉武帝面前告恶状。反观巫蛊案的始作俑者江冲，怎么就傻乎乎的等着太子来抓自己，甚至毫无反抗呢？这一系列的疑问引申出来的结论就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这场惊世血案，很可能不是一场政治事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如果这个假设成立，今天的我们能不能通过当时留下的蛛丝马迹，重新还原历史的真相呢？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